您听我说，很多朋友上了年纪以后，肠胃越来越弱，吃点油腻的就胀，稍微受凉就拉肚子，浑身总觉得没力气，连爬2层楼都喘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？明明每天都在喝小米粥，这些毛病就是不见好，反而越来越重。我告诉您，问题很可能出在煮法上。99%的人都把小米粥煮错了，煮出来的根本不是养胃的宝贝，而是一锅没营养的淀粉水。今天我就把这个道理讲透，只要在小米里加一样东西，煮出来的才是真正能补气血、健脾胃的带参汤。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请您认真听好。我见过太多中老年人被吃错饭耽误了健康。有位李阿姨65岁，瘦得像根炉柴棒，手一抬就抖，说话都没底气。她跟我说，大夫啊，我这胃就像个漏风的袋子，吃啥都存不住。每天3顿都喝小米粥，可还是动不动反酸烧心，夜里疼的从梦里醒过来。我问他怎么煮小米粥，他回答的特别干脆，水烧开了，把小米倒进去，煮个20分钟，粥熬稠了就成。大家不都这么煮吗？您看，这就是咱们老百姓最容易走进的养生误区。别人这么做，我就跟着做，从来没想过，对不对？我给李阿姨把了脉，脉细弱无力，舌苔薄白，这是典型的脾胃气虚症状。本来脾胃功能就弱，再喝这种没营养还刺激胃酸的淀粉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还有一位老周，70岁出头，退休前是工人，身体一直很硬朗，可去年开始突然特别怕冷，冬天裹着2件羽绒服，还觉得手脚冰凉，吃饭也没胃口，体重半年掉了10几斤。他说，我每天都喝小米粥，怎么身体还越来越差？我问他怎么煮，他说，我嫌泡米麻烦，直接抓一把小米，洗干净就下锅，水开后煮10分钟就捞出来吃。您听听，这比李阿姨的煮法错得更离谱，连煮够时间都做不到，小米颗粒都没煮开花，营养怎么可能释放出来？先别急，后面我会告诉您改变之后他们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。咱们先说说小米这东西，《黄帝内经》里早有记载，五谷为养，小米为最。在中医里，小米可不是普通的粮食，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。小米性味甘、咸、凉，归肾、脾胃经，能健脾和胃、补益虚损、和中益肾，还有清热解渴、安神助眠的功效。您可能不知道，在过去没有奶粉的年代，小米是产妇的救命粮。我奶奶那辈人常说，女人生完孩子，第一口不是鸡汤，而是小米粥的米油，喝上几天，奶水就足了，身体也恢复得快。为什么？因为小米的营养全在那层米油里，那才是真正的营养宝库。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这一点。米油里富含 B 族维生素、维生素 E、氨基酸、不饱和脂肪酸，以及钙、铁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，其中氨基酸的组成和人体所需的氨基酸模式特别接近，吸收率能达到 95% 以上，这是很多昂贵保健品都比不了的。尤其对中老年人来说，消化功能减退，很多营养吃进去也吸收不了。而小米粥的米油质地细腻，不用肠胃费力，消化就能直接吸收，补气血的效果堪比人参，所以老辈人才叫它代参汤。但您知道吗？小米的这种金贵也让它特别娇气，稍微有点疏忽，营养就全白费了。我总结了一下大家煮小米粥最常犯的3个错误，您对照看看自己有没有中招。第一个错误就是水开了才下米，这是最普遍的错误。我估计您身边 80% 的人都这么做。小米颗粒小，淀粉结构紧密，就像一个封闭的小房子，营养都藏在里面。水烧开后，温度瞬间达到100摄氏度，小米表面的淀粉迅速糊化，就像给这个小房子焊上了一层铁门，把里面的营养牢牢锁住。不管再煮多久，门都打不开，营养自然出不来。煮出来的粥看着稠乎乎的，其实都是表面淀粉糊，里面的小米颗粒还是硬的。吃进胃里，肠胃要花大力气消化这些没煮透的颗粒，反而加重了负担。第二个错误，煮的时间太短。很多人觉得小米煮20分钟就够了，甚至有人煮10分钟就吃。我告诉您，这完全是错的。小米的营养成分释放需要一个过程，就像炖肉得小火慢炖才能入味，小米粥也是一样，米油是小米的精华，它需要在小火慢熬的过程中慢慢从颗粒里渗出来。
这个过程至少需要40分钟。如果时间不够，米油还没渗出来，您喝的就只是小米的外壳，根本没什么营养。第3个错误，加水量不对。很多人煮粥时加水全凭感觉，水加少了，粥煮的干硬，肠胃弱的中老年人根本消化不了。水加太多，粥稀稀拉拉，米油浓度不够，养生效果大打折扣。还有人喜欢中途加水，发现粥太稠就加1碗进去。这样一来，粥的温度骤变，小米的淀粉结构被破坏，米油就再也熬不出来了。您看看，林阿姨犯了前2个错误，老周犯得更彻底，3个错误全占了，难怪喝了这么久，身体还是越来越差。接下来，我把正确的煮法一步步教给您，步骤很简单，但每一步都有讲究，您可得记好了。第1步，选小米，不是所有小米都能熬出带参汤的，选对小米是第1关，我教您3个小技巧。一看颜色，优质的小米颜色是金黄色的，有自然光泽，颗粒饱满均匀。如果颜色发暗、发黄，没有光泽，或者颗粒大小不一，那可能是陈米，营养流失很多。2闻气味，抓一把小米凑近闻一闻，优质的小米有自然米香，清新扑鼻。如果闻着有霉味、哈喇味或者其他异味，说明小米已经变质了，不能用3摸手感。用手抓一把小米，优质的小米干爽不沾手，松开手后会自然散开。第2步，泡小米，这是熬出米油的关键一步，很多人都省了，难怪熬不出好粥。小米提前用清水浸泡，最少泡30分钟，早上有时间泡1个小时更好。泡得越久，小米的淀粉结构越松散，营养越容易释放。泡小米的水不用倒掉，直接用来熬粥，营养不流失。我给您打个比方，小米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，泡小米就是让海绵充分吸水膨胀，煮的时候营养才能更容易释放出来。第3步，冷水下锅，这一步最有讲究，也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，您一定要记牢，一定是冷水下锅。把泡好的小米连水一起倒进锅里，再加适量清水。小米和水的比例很重要，我给您一个标准，小米50克，水1000毫升，也就是2斤水。这个比例煮出来的小米粥浓稠适中，米油丰富。倒进锅里后，用勺子搅拌一下，防止小米粘底，然后开大火烧开。大火烧开后，粥会冒泡，容易溢出来。这时候要把火转成小火，用勺子把表面的浮沫撇掉。第4步，掌握火候和时间，小火慢熬多久合适？最少40分钟，想米油更浓就熬1个小时。熬到什么程度算好？看3点，一是粥的表面浮起一层厚厚的淡黄色米油，越厚越好。2是小米颗粒开花变得软糯，用勺子一抿就化。3是粥的质地粘稠，挂在勺子上不容易流下来。达到这3个标准，这锅小米粥才算真正熬好了。说到这儿，您肯定想问，那个能让小米粥变成带参汤的黄金搭档到底是什么？告诉您，不是什么名贵药材，不是人参燕窝，也不是鹿茸、阿胶，就是咱们菜市场里随处可见的山药，10块钱能买1大根，性价比特别高，家家户户都吃得起。为什么选山药？从中医角度来说，山药性味甘，平归脾、肺、肾经，能补脾养胃，生津益肺。补肾涩精是一味非常好的药食同源食材。本草纲目里记载，山药益肾气、健脾胃、止泻痢、化痰涎、润皮毛，可见山药的养生价值有多高。小米健脾和胃，山药补脾养胃，二者搭配正好符合脾土生肾水的中医理论，能让健脾养胃的效果翻倍，就像给脾胃装了个发动机，气血自然就上来了。现代医学也认为，山药富含磷液蛋白、淀粉酶、多酚氧化酶等物质，这些物质能帮助消化、保护胃黏膜，还能辅助调理血糖血脂，对中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、高血压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。小米富含 B 族维生素，能促进新陈代谢，保护神经系统。山药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， 能抗氧化、延缓衰老，二者搭配营养互补，效果更好。山药分2种，您选的时候要注意，一种是菜山药，也叫普通山药，口感脆，水分多，适合炒菜，药用价值不高。另一种是淮山药，也叫铁棍山药，产自河南焦作，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口感面，水分少，药用价值高。咱们熬粥一定要选淮山药，怎么分辨？
环山药的特点是细长硬，直径一般在2到3厘米，长度在30到40厘米，表皮有很多细毛，颜色偏深，去皮后肉质紧实，不容易断。山药的处理也有讲究，很多人去皮的时候会觉得手痒，这是因为山药皮里含有皂角素和植物碱，接触皮肤后会引起过敏反应。最简单的方法是戴手套，用一次性手套或橡胶手套去皮，就能避免直接接触。去皮后，把山药切成1厘米见方的小丁，别切太大，不容易煮烂，也别切太小，容易煮化，失去口感。什么时候放山药最合适？等小米粥熬到半小时的时候再放山药丁，这样山药既能煮烂又不会煮化，营养充分释放，和小米粥的口感也能完美融合。我再给您说一位患者，72岁的李大爷，退休教师，有多年高血压。最高时血压达到180、110毫米汞柱，每天要吃3种降压药，血压还是不稳定。更让他难受的是失眠，每天晚上要靠安眠药才能睡3-4个小时，稍微有点动静就醒。白天头晕脑胀，精神萎靡。我给李大爷把了脉，脉细弱，舌苔淡白，这是典型的心脾两虚症状。我跟他说，您这病表面看是高血压和失眠，根在脾胃，脾胃是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。脾胃不好，气血生化不足，心失所养就会失眠。气血不足不能濡养血管，血管弹性变差，血压就容易波动。药是治标的，食疗才是治本的，先把饭吃对，身体才能慢慢好起来。我把小米山药粥的做法详细教给了他，还给他写了一张纸条，注明小米和山药的用量、煮的时间，让他儿子监督他做。我还嘱咐他每天早上喝1碗，晚上睡前半小时再喝1小碗。李大爷特别听话，回去就照着做。才喝了3天，他就给我打电话说，大夫，我这2天晚上睡得好多了，不用吃安眠药也能睡5个多小时，白天头晕的症状也减轻了。喝了1周，他又来电话说血压稳定了不少。早上测试90分之140毫米汞柱，比以前好多了。喝了1个月，他特意来门诊找我，精神头完全不一样了，说话声音洪亮，眼睛也有神了。他说现在每天晚上能睡7-8个小时，安眠药早就停了，降压药也只吃1种了。早上还能去公园打太极，和老伙计下棋。其实这不是粥有多神奇，是咱们抓住了健康的根本。脾胃养好了，气血足了，身体各项机能自然就恢复正常了，高血压、失眠这些毛病也就跟着好了。治标不如治本，这是中医几千年传下来的道理。不过这里要提醒您，中医讲究辨证施治，因人而异。食疗也是一样，不同体质的人喝小米山药粥的方法也有区别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体质偏热的人，这类人容易上火，经常口干舌燥，咽喉肿痛，大便干结，小便黄赤，脸上还容易长痘。小米性凉，山药性平，本来是适合这类人的，但如果粥煮得太稠或者吃太多，也容易上火。所以体质偏热的人煮小米粥时，可以少放一点小米，多放一点山药，还可以加1-2颗莲子。莲子性凉，能清热降火，安神养心。和小米、山药搭配，既能养胃又不会上火。体质偏寒的人，这类人容易怕冷，手脚冰凉，大便稀溏，舌苔白腻，吃点生冷就腹泻。小米性凉，对于体质偏寒的人来说，单独喝小米粥可能会加重寒性，导致腹泻。所以体质偏寒的人煮小米粥时，可以加2-3片生姜。生姜性温，能温中散寒，让粥的温性更强，更适合寒性体质的人。除了生姜，还可以加几颗红枣。红枣性温，能补中益气，养血安神，和小米山药搭配效果更好。体质正常的人按照前面说的标准做法来就好，早晚各1碗，坚持喝下去，感受会越来越好。您可别小看这碗粥，它承载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智慧，是经过千百年实践验证的养生良方。我一直坚信，最好的药就是日常饮食。药补不如食补，只要吃对了，很多毛病都能慢慢调好，不用花大价钱买保健品，也不用吃很多苦药。记住3句话：冷水下锅，泡足30分钟，小火慢熬40分钟，再加上山药这个黄金搭档，这才是真正的带参汤。您今天就可以试着做一锅，身体的变化会告诉您答案。